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周冬雨是有匪的最佳人选，王一博演话痨很不易，幸亏周冬雨拒演了有匪。赵丽颖这打戏她还真做不出来。当初在选角时，考虑到周匪是个13、14岁的小姑娘，导演就一心想找个娇小可爱又充满稚气的女演员。周冬雨这小身板，看起来是再合适不过。可惜的是，因为男主定了王一博，据说周冬雨想找个实力派演员搭戏，王一博这种小鲜肉看起来不可靠，很影响自己演技的发挥，所以直接就拒演了。而导演这边迟迟找不到女主，真就愁的吃不下饭。好在此时赵丽颖产后复出的消息传出，有颜值有演技，重点是武打戏还一绝，导演瞬间看到了救星。本来赵丽颖想转型拍现代剧，但奈何有匪剧本太吸引人，看不下去就打架，最后还是心软进组。或许是刚生完孩子，武打戏有些许生疏，赵丽颖总是做不到预期的动作，导演也不忍为难她，就想着改剧本。可赵丽颖不服输，坚持练好该有的动作，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打戏才会又燃又炸裂。你觉得赵丽颖演得如何呢？要不是王一博对人太牛，不然他还真演不了有匪。当初导演在选角时，就一心想找个逗逼一点的话痨来出演男主谢允。据说一开始是想找李弘毅，后来也找过徐凯，但都因为档期问题合不来，只好放弃了。此时恰巧朋友给推荐了王一博，导演就想着看《陈情令》了解一下，高冷话又少的蓝忘机，怎么看都跟谢允不沾边。直到导演看到王一博私下对人去赏花，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怎么办？就这顺溜的嘴皮子，还有这直率的性格，导演立马认定他就是谢允。可王一博却又不自信了，怕自己驾驭不了这角色，可能自己不太符合这个角色。不过剧本实在是太吸引人，王一博也就决定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也挺想饰演这种反差比较大的。很有趣，虽说王一博成功进组，但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竟会背台词到崩溃，就这一句句跟绕口令似的对人，王一博嘴都要说冒烟了，差点就后悔当初进组。你觉得他演的谢允如何呢？云香传原定女主赵丽颖，临近开拍却被毛晓彤顶替。当初导演在筹拍时，本一心想找个有武术功底的人来出演女主舒亚楠，毕竟是一位聪慧机警的飒爽女侠，霸气洒脱的气质还是要有的。而演过诸多武侠剧的赵丽颖，无疑就是女主的最佳人选。甚至有传闻称，朱一龙要来演男主，借此圆了明兰跟小公爷的遗憾。本来一切都商量的好好的，男主却突然定了陈晓。要说赵丽颖跟陈晓，不仅在《陆贞传奇》被组过 CP， 还一度被传出绯闻。如今双方都各有家庭，再合体恐怕就不礼貌了，所以赵丽颖似乎是因此拒演。临近开拍，女主却走了，导演差点愁哭。陈晓就趁机给推荐了毛晓彤，别看她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演女侠气场也丝毫不弱。导演此时没得选，所以就匆匆定下了毛晓彤。因为是改编自小说，不少原著粉其实更倾向于赵丽颖，不过经历了有匪的魔改，想必这种剧赵丽颖也不想演。你觉得赵丽颖跟毛晓彤谁更适合来演女主呢？长空之王票房破6亿背后，无名英雄的功劳超越了王一博的个人魅力。由王一博、
胡军领衔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自上映后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，票房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同时间上映的电影。最初我认为《长空之王》这么火，可能是因为有王一博出演的原因。但其实抛开演员自身带来的热度不谈，这部电影本身也很有看点。肩负使命，历经考验的试飞员皆为英雄。长空之王这部电影聚焦的对象是此前不怎么被大众了解的试飞员，为了更好地保护祖国空域，推出更加先进的战机，王一博饰演的雷雨等优秀飞行员，毅然在戈壁滩接受了残酷的训练，而努力通过选拔，正式成为试飞员的他们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挑战。试飞员们每次试飞新的飞机型号，都会让飞机经历各种最极端的考验，这也意味着试飞员们面临的危险是无法预料、难以想象的。例如，发动机失火、飞机失控下坠等等。他们的每一次试飞都是在和死神搏斗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空中战友的安全。然而，纵然试飞员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时时刻刻充满了生命的危险，清楚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巨大，但是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仍然前赴后继，义无反顾地投身试飞飞机的事业当中。他们这种不畏牺牲的豪迈情怀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，令无数观众为之动容。他们是天空的雄鹰，时代的楷模。试飞员们所承担的使命不仅是挑战极限，也是在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和平事业而奋斗，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强大的、不可侵犯的国家形象。长空之王这部电影所承载的精神价值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。它让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不那么和平的时代里，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是由强大的祖国、勇敢的军人在默默守护着的。有这么一群无名英雄，他们甘于奉献，一次次挑战极限，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蓝天，守护着祖国蓝天下的每一个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